Hello，大家好。在今天的 Podcast 当中，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中文思考。那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当他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呢，脑子里就好像有两个小人，一个说母语，一个说中文，然后，这两个小人呢就一直吵来吵去，他的嘴巴就卡住了。那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能让那个中文小人赢得更快，直接用中文来思考。你们可以去我的 Patreon 上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那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呢，我新开了一个板块叫 Daily Musings and Mini Lessons。在里面呢，我会分享一些中文的短视频、图片，或者一些人生感悟。都非常的短，那每一期的内容我都会配上拼音和英文解释，还有词汇解释。因为都非常短嘛，所以呢就非常适合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中文的人。那在你下班回家的地铁上，或者早上喝咖啡的时候，那些碎片的时间，都适合用来学习这些内容。我把链接放在今天视频下方的 description 当中，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podcast 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想用中文说话，但脑子里先蹦出母语的句子，然后还得翻译成中文。比如你想说，我今天吃了早饭，脑子里先跳出 I had breakfast today， 然后再翻成中文。结果就是说着说着卡住了，好像大脑和嘴巴在打架，是不是很熟悉？其实这很正常，但如果一直这样，会影响你的口语流利度。好消息是，这个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又好玩的练习方法，让你逐渐学会用中文直接思考。第一个方法是内心独白。比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心里默默说，我起床了，我去刷牙，然后喝一杯水。刚开始可能有点尴尬，但坚持几天，你会发现脑子里直接浮现中文句子，而不是先翻译。第二个方法是自言自语。这个和第一个方法很相似，区别就在于，内心独白是在心里默默地说，而自言自语是说出声音来。比如你在厨房做饭，可以说，先洗菜，切小块，再开火。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的家人可能会觉得你疯了。以前我在家里这样练习英语的时候，我妈就觉得我脑子有点不正常。但是坚持练习真的很有效，它能把日常动作和中文表达连起来。第三个方法是想象对话。在脑子里模拟和朋友聊天的场景，比如你昨天看电影了吗？看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或者想象自己在餐厅点餐，老板，再来一碗牛肉面。想象练习可以让你在真实交流中自然说中文，不用再翻译。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写中文日记。这个方法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每天用中文写几句话，不用长。比如写今天下雨，我没带伞，淋成了落汤鸡。既练习中文，又记录生活趣事，一举两得，不是吗？另外，要多接触中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读中文文章。即使只是公众号的小文章，也能慢慢让你的大脑习惯用中文思维。其实学任何语言都差不多。我学英语的时候也经历过翻译阶段，后来靠这些练习，慢慢学会用英语思考。中文也是一样，只要坚持，就能形成中文思维。有人会问我，我学了很久中文，但总是先用母语思考，这是不是学不好？完全不是，这是正常阶段。关键是坚持练习，把用中文思考变成习惯，而不是偶尔才做一次。可以从每天5分钟开始，慢慢增加时间和难度。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技巧，随时测试自己。看到陌生物品，试着用中文描述它。如果能顺畅地说出来，不管是几句话还是短故事，就说明你在用中文思考了。哪怕描述的搞笑一点，比如看到一把奇怪的椅子，脑子里冒出这椅子像章鱼的腿，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练习。希望大家每天尝试5分钟用中文思考，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说中文越来越自然。如果你有练习经验，或者遇到什么困难，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我觉得学习语言方法很重要，坚持更重要。那每天如果你可以留出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学习，效果呢要比你每个星期只学习一次，但是花1-2个小时，效果要好得多。另外呢，找对学习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再一次为我的 Patreon 打一个小广告。在那里呢，你可以找到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那每一个材料呢，我都会配有词汇讲解和例句，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扩展词汇量。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卡住，被东西挡住、夹住，动不了，也可以指思路停滞，进行不下去。门被卡住了，怎么推都推不开。我刚刚说到一半，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感悟，从经历或体验中得到体会和领悟。这次旅行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听完那场演讲，他深有感悟，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独白，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讲话，多用于戏剧、电影里人物表达内心想法，也可以指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自己说的话。这段戏里，演员要用独白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
他常常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独白。尴尬，处境不好，说不出话，或者不知怎么反应时的难堪、不自在的感觉。他在会上突然被点名提问，显得很尴尬。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浮现，原本不存在或隐藏的东西慢慢出现在眼前或脑海里。看到这张照片，童年的回忆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看到他走进来，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落汤鸡，形容人全身都湿透了，就像掉进汤锅里的鸡一样，常用来比喻狼狈、尴尬的样子。他没带伞，被雨淋得像只落汤鸡。小孩在水里玩了一个下午，出来的时候全身湿透，像个落汤鸡。不知不觉，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发生，常用来形容时间的流逝或某种变化。这个电视剧太好看了，我不知不觉已经看了3集了。小时候觉得时间很慢，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你们可以把我的视频介绍给同样需要他们的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